一个人同时出现怕冷、腹满、口渴、恶心和疲劳，到底属于哪一经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找一个标签，这个问题几乎注定混乱。5个症状可以分别把人拉向5个方向，最后不是强行选一个，就是把所有精明都堆上去。功能变量模型换了一个问法，这些信号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嘿，你好，我是袁有成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伤寒论中有太阳阳明合并、太阳少阳并并等明确表述，也有大量主症与伴随症、先后传变、物质后变化的文本。经典原文提供了多系统同时出现和相互转化的事实。传统解释通常区分合并、并并、兼症、传经等关系，不同医家的定义细别会有差异，但大体都在回答3件事：是不是同时发生？有没有先后传变？哪些症候能够独立成立？在我的功能变量模型里，我把这类判断拆成4个层级：兼症、合并、并并以及厥阴总控冲突。先说兼症，兼症是次要现象，但它不需要另立一套独立故障，主系统的变量偏移已经能够解释它。例如，太阳闭锁使热量一时不能外散，出现轻度口渴。口渴在语言上像阳明，但如果没有阳明内部处理、腹部实体和沉积证据，而且随着太阳开合恢复便消失，那么它更可能只是太阳主故障的兼症。兼症判断的关键不是症状轻，而是能否被主因完整解释。一个现象即使很明显，只要它完全跟随主故障发生和消退，也可能仍然属于兼症。第二类是合并。合并强调2个或者多个系统在同一阶段同时存在独立故障，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核心证据，谁也不能被另一个完全解释，但暂时没有明确先后因果。就像同一栋大楼里，门窗系统故障，水处理厂也独立故障，两边同时报警，却没有证据证明谁导致了谁。在模型里，合并至少要通过独立性测试，拿走系统甲的解释，系统乙的核心变量偏移是否仍然成立？如果成立，2个系统才有资格并列；如果不成立，系统乙可能只是兼症。第3类是并并。并并同样有2个或者多个独立系统偏移，但存在较清楚的时间顺序或因果链。先发生的故障通过耦合关系推动后一个系统失衡。比如，基础能量输出长期下降，先造成基础供能不足，随后太阳排出能力减弱。这里太阳故障并非虚构，它确实存在，但少阴更可能是原发层，太阳是继发层。并并判断不能只靠理论想象，需要时间顺序、转折点或功能耦合证据。没有先后影响时，模型最多保留合并或关系未定，不应为了讲出完整故事而补造因果。第4类是厥阴总控冲突，它和系统多不是一回事。多个系统可以平和的一起坏，也可以沿着一条因果链依次出问题。厥阴层真正关注的是不同系统的指令是否相互矛盾，普通的兼症、合并和并并能否解释，少阴底盘是否已经明显下降。因此，模型处理多系统关系时，可以依次问4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主系统能不能解释全部现象？能，就先考虑单系统加兼症；不能，进入第2问。第2个问题，剩余系统有没有独立的核心证据？没有，仍然不能升级成合并；有，进入第3问。第3个问题，系统之间有没有时间先后和可说明的耦合链？有，更接近并并；没有，
暂时更接近合并。第4个问题，多个系统之间是否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指令，同时哨音底盘明显受损？只有这2道门槛同时满足，才把绝音总控冲突提升为候选。此外，还要保留关系未定这个选项。很多情况只有一个时间截面，看到多个变量，却看不到谁先谁后。此时最诚实的结果不是合并或者并并2选1，而是独立偏移已确认，因果方向尚未确定。等到后续时间信息出现，再升级关系类型。关系类型也不是永久身份，同一组系统在早期可能只是合并，随着时间链被确认，更新为并并，在底盘继续下降，冲突指令累积后，才可能进入绝音层。知识库要保存每一次变化的证据，不能只留下最终标签。因此，输出时最好同时给出系统节点和关系边，节点记录各系统独立变量，边记录解释、因果、耦合和冲突。节点证据不足，不能靠一条漂亮的因果边把它补起来。关系边不确定，也不影响我们先承认2个系统各自存在的正后偏移。这种图结构让 AI 可以说，我看见2个节点，但暂时不知道箭头方向，这比强行完成一张因果图更诚实，也为后续补充时间信息留下位置。这4问看起来比直接归经麻烦，但它能避免一种常见错误：症状越多，标签越多，标签越多，解释反而越少。我们再用一个完全抽象的例子，假设同时看到外层开合异常、内部腹满和轻度口渴。第一步，检查腹满有没有独立的管道内压或沉积物量证据。若腹部并无硬满、巨暗、沉积或者倾轧障碍，口渴也很轻，那么阳明可能只是太阳闭锁后的坚振。如果阳明核心证据完整，与太阳故障在同一时期出现，却不知道先后，暂时即为合并。如果记录显示太阳闭锁在先，随后内部压力和沉积逐渐形成，并能通过能量、物流和排出链解释，就更接近并并。如果又出现上冲和下脱，局部热与深层寒同时加强，一般因果链无法解释，而且基础能量输出明显下降，这时才检查绝因冲突。这套4分法的知识身份也需要分开。经典原文中的合并、并并和传变是文本来源，历代关于合并、并并、坚振的辨析是传统解释。独立性测试、时间顺序测试、耦合链和双门槛是功能变量模型的结构化翻译。这一集最重要的一句话是：症状多不等于系统多，系统多不等于绝因。先看能否解释，再看能否独立，再看有无因果，最后才看是否冲突。下一集我们把镜头再推进一步，一条古代条文究竟怎样经过事实抽取、证据分层和关系判断，被翻译成一个功能变量模型可以处理的结构。我是轩辕有成，功能变量创始人。世界不是物体，而是关系。下期再见。